这就是大城市吗？我一定要在这里站稳脚跟。有人晕倒了！快，拍下来发朋友圈！这人穿的这么好，不会是碰瓷儿吧？别动他，万一赖上你怎么办？等救护车来就行了。都让开，别围着，影响空气流通。你个小姑娘懂什么？别乱动，出了事你负责啊！你是什么人啊？医生吗？不是医生，别瞎逞能。他嘴唇发紫，呼吸困难，再等下去就晚了。清心定神，通脉。神神叨叨的，这能行吗？跟跳大门似的。我看悬，8成是想趁机占便宜或者偷东西。是你救了我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已经叫了救护车。姑娘，别走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举手之劳而已。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吓死我了，还好人没事。不过，那人长得还真挺好看的。沈英，乡下来的，没有星级餐厅工作经验，但我从小就跟食材打交道，知道他们的脾气。脾气，我们好吃城要的是标准化流程，不是乡下土汤子。我们这不招学徒。我不是学徒，给我一个机会，我能做的比您想象的更多。这小姑娘有点意思。后厨还缺个帮工，先干着吧。不过我提醒你，我们主厨刘师傅是米其林3星出来的，最讨厌不懂规矩的人。谢谢马经理。这里就是。说了再忙，这点事儿都处理不好，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我的汤！这锅佛跳桥的高汤熬了12个小时，是为了今晚顶级贵客陈总准备的。这下全毁了，光这些顶级干货就值好几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全给我倒了！等等！你谁呀？滚开！这汤还能救，倒了太可惜了。哼，救你谁呀？懂什么？这锅汤已经废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汤吗？你知道里面的食材有多珍贵吗？我是新来的帮工，正因为知道，所以才不能浪费。快给我拿一大冰块来！你干什么？拿这些脏东西想毁了我的厨房吗？信我一次，3分钟，如果救不回来，我立刻走人。天哪，焦味没了，比刚才还要香。这是什么妖法？说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故意等我汤烧糊了再出手，是想抢我的功劳，还是想当商业间谍，偷我们餐厅的秘方？说，你到底是谁派来的？我说了，我是新来的帮工，但现在更重要的是这锅汤。还愣着干嘛？叫保安把这个商业间谍给我轰出去！刘师傅，这……住手！吵什么？
后厨是菜市场吗？马经理，你来的正好。这个乡下丫头来路不明，用些歪门邪道想偷我们餐厅的秘方。刘师傅，她是我刚招进来的新员工沈英。新员工？一个新员工有这种手段，我看他是早有预谋，就是个商业间谍。刘师傅，汤还没好，最后一步提纯。天，汤色怎么这么清？可这香味比刚才浓了10倍。刘耀宗，我的佛跳墙还要等多久？再不上菜，你们好吃城的招牌今天就得砸在我手里。陈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这出了点意外。意外？我等了半小时，这就是你的意外？陈总，您的汤好了，请品尝。你疯了？这东西怎么能给陈总喝？这就是我的佛跳墙。这汤清而不寡，醇厚绵长，入口是甘，回味是鲜。这汤是你做的，比刘耀宗以前做的任何一锅都强。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刘师傅，你工作失误，差点砸了餐厅的招牌。要不是沈英，今天这关可就过不去了。沈英，以后好好干。从明天起，你负责洗菜、切菜、打杂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，谢谢马经理。你看刘师傅那眼神，沈英的日子不好过喽。废话，当着陈总的面打他的脸，他能善罢甘休？哎呀！你个不长眼的东西，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我没有碰你，还敢狡辩？不是你在这里碍手碍脚，我能滑倒吗？这可是给陈总准备的顶级鲍鱼，现在全被你毁了！完了，这鲍鱼被醋精一泡，肉都死了，彻底废了。这下损失大了。又怎么了？马经理，你看看，这个沈英不好好干活，故意把我撞倒，毁了给陈总的主菜，这种人必须立刻开除。沈英，这鲍鱼我能救。用萝卜救鲍鱼，沈英，你是不是脑子也坏了？这小姑娘是真疯了，异想天开。现在我能救了。花里胡哨，就算你刀工再好，萝卜就是萝卜，怎么可能救得了鲍鱼？沈英，别胡闹了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都聚在这里做什么？是他救我的那个女孩，她竟然也是专业厨师。用一个破萝卜就顶级鲍鱼，你是在侮辱我的专业，还是在侮辱陈总的舌头？疯了吧，这乡下丫头，这下餐厅的脸要被她丢光了。沈英，你可以吗？不行的话，赶紧给陈总道歉。经理，给我10分钟。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用1块钱的萝卜救回1万块的鲍鱼。这是失传的兰花刀法。你在干什么？用脏东西泡鲍鱼？装神弄鬼，我看你待会儿怎么收场。完了，看陈总的脸色，肯定发火了。神了，简直是神来之笔，酸味没了，腥气也没了，反而多了一股清甜。这萝卜吸走了鲍鱼的杂味儿，
又把自己的清甜给了鲍鱼，这道菜已经超越了原版。厨师是谁？快把做出这道菜的厨师给我叫来，我必须见他。英子，你今天太帅了！你是没看到刘耀宗那张脸，跟吃了苍蝇一样。他自找的。对了，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。咱们餐厅其实是一家的产业，今天那个易经理就是一家的小少爷。哦，就一个哦，那可是豪门少爷，人又帅还被你救过，这可是天赐的缘分啊！我来这是做菜的，不是来找缘分的。你呀，真是个木头。我刚接到警方电话，昨晚有人想纵火烧了餐厅，幸好被巡逻警察及时发现，人已经被抓了。刘耀宗，你被解雇了。解雇我？你以为我稀罕这个破地方？没有我，郝赤诚就是个垃圾。你这种败类不配当厨师。对面的法餐厅早就想高薪挖我了，我今天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米其林大厨的价值。阿强、阿辉，还有你们，愿意跟我走的，工资翻倍。刘哥，我们别忘了，你们的手艺都是谁教的？留在这儿陪一个乡下丫头玩泥巴吗？我等着看你们怎么死。我们走。马经理，不好了！又怎么了？今天预定的王家婚宴，50桌的客人已经开始入席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50桌婚宴，这要怎么交代？经理，宾客已经都在催了，说再不上菜就要闹了。英子，现在怎么办啊？人都跑光了。别说50桌，5桌我们都做不出来啊！厨师的职责就是不能让客人失望。沈英，我知道你厉害，可这不是一道菜，是50桌。现在放弃，餐厅名誉扫地，我们所有人失业。现在干，还有一丝希望。把所有能用的菜全部清点出来分类。好，你负责洗菜，你负责切菜，按我说的规格。快！盐3克，火在大2成。经理，客人们都说今天的菜太好吃了，比以前刘主厨做的还好。下一道上。沈英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。我是餐厅的员工，这是我该做的。英子，你太神了，一个人顶一个厨师团啊！哎，你的手烫伤了。没事，小伤。沈英，周小丽出事了，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我们餐厅的日常客流几乎全被他们抢走了。刘耀宗正在那边大搞宣传，说我们的菜品质量下滑，厨师都跑光了。他这是恶意竞争。他这是要赶尽杀绝啊！这个叛徒，忘恩负义的小人！他抢走的只是客人，客人就是餐厅的命啊！不，菜才是。走，我们去会会这位米其林大厨。哇，太酷了！这是在做饭还是在做实验？尝尝分子料理芒果味的鱼子酱。天哪，在嘴里爆开了，太神奇了！
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这也能叫菜？别出声，看。哟，这不是好吃成的大功臣吗？怎么，后厨没人了，跑我这儿来偷师学艺了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冲动。也对，你们那种老掉牙的传统厨艺，除了烟熏火燎还会什么？看到没？这叫科技，叫进步。你们那种老古董，早就该被淘汰了。你背叛师门还有理了？你的菜只有技术，没有温度。你一个乡下丫头懂什么？我只懂，食物的灵魂是人情味儿，不是冰冷的机器。好，说得好。你不是觉得你的传统厨艺了不起吗？敢不敢跟我公开比一场？就在美食街，让全城的食客来评判，看看是你的老古董厉害，还是我的烹饪科技牛。英子，别上他的当，他肯定有准备。好。你可别后悔。我接了。各位，今天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顶级料理。哇！天啊，是佩利戈尔的黑松露，这东西一克就要上千块。还有那鹅肝，看成色就知道是 A 级顶级货。刘主厨太有实力了！快给食材一个特写，标题就叫“天价食材对决街头小吃”。搞什么？就一块豆腐，这是直接放弃了吧？我还以为有什么绝活呢，用豆腐跟黑松露比，开什么玩笑？沈英，你是没钱买菜，还是觉得我们这些食客的舌头是摆设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英子就拿一块水豆腐跟我斗，你这是在侮辱厨师这个行业。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传统厨艺的穷途末路。拿不出像样的东西，只能用这种廉价货来糊弄人。怎么，准备做个凉拌豆腐吗？那我可要用我的黑松露鹅肝酱给你调个味儿啊！拉近镜头，他这是要做什么？豆腐里加蛋黄。我今天做的是我沈家的一道传家菜，它叫赛螃蟹。哼，赛螃蟹？螃蟹呢？我怎么连个螃蟹腿都没看见？所以才叫赛螃蟹。这是什么味道？比海鲜还鲜！明明只是豆腐和鸡蛋，怎么会有这种香味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用最寻常的食材做出超越蟹黄的味道，这才是中餐的精髓。装神弄鬼。不过是虚有其表的香味罢了。虚张声势，味道肯定不行。是不是虚张声势？尝了才知道。吴记者，请。我？吴记者，怎么样啊？天哪，这真的是豆腐做的吗？这口感，这鲜味，比我吃过的任何蟹黄都要鲜味。不可能吧？记者是不是收钱了？就是豆腐怎么可能做出蟹黄味？各位，请品尝。我的天，真的是蟹黄的味道，不，比蟹黄还好吃！太鲜了，入口即化，这手艺绝了！老板，再给我来一份不？给我来一大份！给我一份，我出双倍价钱。我出3倍，先给我！大家别急，别急，都有。又输了，我又输给了这个乡下丫头。花里胡哨的，哪有家常味好吃？沈英，你给我等着！英子，我们赢了，你太棒了！计划失败了，启动第2方案，我要好吃成明天连一根葱都买不到。英子，
你太厉害了，刘耀宗的脸都绿成菠菜了。他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出事了！出大事了！经理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赢了吗？刚才我们所有的食材供应商全都打电话来说要终止合作。什么？全部？连合作了10年的王老板也……王老板是那个专供我们野生菌菇的，我们的招牌菜佛跳墙还有菌菇汤全靠他的货，他一断供，我们菜单直接废了一半，肯定是刘耀宗搞的鬼。他昨天就打电话要断我们后路，他背后有资本撑腰，用钱砸，我们拿什么跟人斗啊？经理，你别急，这个王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老江湖了，爱钱，但更爱他那些宝贝菌子，把菌子当命一样。帮我准备一份本地常见菌菇的烹饪资料。经理，把王老板的地址给我，我去会会他。王老板，别看了，你店里所有顶级的云纹松茸，我全要了。刘主厨，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我这批货有多少人盯着吗？我出3倍价钱，并且以后我包销你所有顶级货，条件只有一个，除了我，不准再卖1多给好吃城。王老板，晚辈沈英，听闻老板是懂菌之人，这是我家乡自酿的青梅酒，特来请您品鉴。哦，小姑娘还懂酒？王老板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？这朵牛肝菌雨水过足，但采摘晚了1天，土腥气重了。若是用烈酒烹饪，会毁了它的鲜。但用15年的陈花枪，文火慢焙，就能把土腥气逼出来，化成一股独特的沉香。你怎么知道？您的松茸用的是日晒法，香是够香，但韧性差了。若是用阴干，再以松针微熏，那才是极品。知己，你才是真正的知己呀！王老板，我出5倍价给。滚！我的菌子是卖给懂它的人，不是卖给你这种只懂铜俏味的屠夫。好，沈英，你有种！沈英，王老板刚才打电话来了，他说恢复菌菇的供应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们好吃城的总厨。太好了，英子，你终于熬出头了。抱歉，别动，小心划到手。上次的事，多亏了你。没想到刘耀宗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。清者自清，他蹦跶不了多久。你总是什么都自己扛。以后可以让我帮你一起扛吗？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但我会努力的。你一个大经理干这个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为你。喂，干什么呢？沈英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就是那个缠着我闺女的小白脸儿。叔叔您好，我叫奕成，是沈英的。管你叫什么成？油头粉面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挡的，一看就不是干正经活的。爸，你胡说什么？他是我老板。哼，老板就能对我女儿动手动脚？我女儿一个人撑起一个后厨，炒得了50桌大席。你呢？你除了这张脸还有什么？叔叔，你什么你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乡下人实在，没你们城里人那么多花花肠子。想骗我女儿的感情，你配吗？叔叔，我是真心喜欢沈英的。喜欢？你们城里人的喜欢值几个钱？看到没？对面那家才是你的同类。想让我相信你，行啊。一个月之内，你要是能让你这破店的生意盖过对面，我就承认你；要是做不到，就给我滚远点，永远别再出现在我女儿面前。我不管你是什么城里少爷，离我女儿远点。叔叔，我是真心喜欢英子的。真心？你们城里人的真心值几个钱？我女儿跟着你，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爸，没事的，
一成他对我很好，我也愿意跟他在一起。他怎么对你好？他一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岗，连灶台都没摸过，他懂什么？我女儿是凭本事吃饭的大厨，他呢，除了靠家里，他还会什么？沈大叔，您消消气。易经理他是我们老板，人很好的。老板就了不起，我们乡下人不懂那些虚的。我只知道，我女儿不能嫁给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草包。爸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长大了，我自己能做主。我喜欢他，我愿意跟他在一起。好啊，翅膀硬了，要跟外人一条心了。你想让我点头？行，我刚才在外面说的话，现在当着大家的面我再说一遍，1个月，就1个月的时间。你要是能让你这家破餐厅的生意盖过对面那家洋餐厅，沈大叔，这不可能的，对面有跨国资本支持，我们现在连客人都……你要是做得到，我二话不说就接纳你成为我女婿。可你要是做不到，就给我从我女儿的世界里彻底消失，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。好，为了你，这个赌我接了。哼，口气倒是不小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赢。哼！1个月，营业额超对面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他们背后是跨国财团，我们拿什么跟人家拼啊？马经理，从明天开始，把我们所有的招牌菜都做成特价。特价？沈英，我们现在是需要提高营业额，不是搞慈善啊。先要把流失的客人拉回来。喂，王老板，什么？终止合作？为什么？我们合作了10年了，违约金，你宁愿赔3倍的违约金也要解约？帮我和沈英说一声对不起，我拒绝不了他们的条件。完了，我们最大的菌菇供应商断供了。喂，里脊海产，海鲜也没了。易经理，别怪我们不讲情面，是有人不让你们好吃成活。我们张家屠宰场以后1斤肉都不会卖给你们。我问遍了，全城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供应商，生鲜、肉类、海鲜，全部单方面撕毁了合同。他们这是要釜底抽薪。哟，这么大的餐厅，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？刘耀宗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看看老董家，听说你们接了个了不起的赌约，1个月超我们，就凭你这个连锅铲都没摸过的少爷？这不关你的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？忘了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这城里每一片雪花牛肉，每一只龙虾都姓刘。我用3倍的价钱买断了全城所有的高端供应链。你不是能耐吗？你不是会用萝卜就鲍鱼吗？现在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做菜。没有食材，我看你们这家店还怎么开下去？祝你们好运！无米下锅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英子，对不起，我完了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外地最快也要3天，不行，太慢了。喂，陈老板，我需要一批货，价钱好商量。什么？你们的货车也被拦了？英子，对不起，是我太冲动，接下了这个赌约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没有食材，我们连门都开不了，明天就要关门大吉了。都怪那个刘耀宗，太不是东西了。我再想想办法，就算从国外空运，来不及了。英子，你去哪儿？去找我们的活路。英子，你回来了，找到食材了吗？萝卜。沈英，你拉回来1车萝卜。英子，我们现在不是要做泡菜的时候啊！完了，总厨都疯了，拿螺怎么跟人家法式大餐比啊？英子，这刘耀宗以为买断了山珍海味，我们就输了。他不懂，最高级的菜往往出自最平凡的食材。一成，相信我，
我要用这最普通的萝卜打一场最漂亮的翻身仗。从明天起，好吃城只卖一道菜。一道菜？什么菜？就用它做一道让他们所有人都闭嘴的菜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这么冷清？我预定的包厢呢？让厨房准备佛跳墙，老规矩。陈总，实在抱歉，今天餐厅情况特殊。特殊？什么情况能让你们好吃城不开张？我们今天只提供一道菜。一道菜？一成，你跟我开什么玩笑？什么菜这么大的面子，能让你们把整个菜单都撤了？是萝卜。萝卜？你们让我陈某人特地跑一趟，就为了吃一道萝卜？你们是在羞辱我吗？陈总，我求您，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就一次。机会？我给你们的机会还少吗？你们就是这么回报我的，用一根破萝卜。求您了，这道菜是沈英亲自掌烧，一定让您满意。哼，好，我今天就坐在这儿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把萝卜玩出什么花来。如果我感觉自己被耍了，后果你清楚。这就是你们的杀手锏，一碗清水煮萝卜丝。你还有你们所有的人都把我当傻子耍。陈总，请您先不要动怒，您只需要喝一口汤。好啊，我就喝这一口，然后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好吃城是怎么倒闭的。荒谬！这绝不是萝卜汤。陈总，这真的……闭嘴！小姑娘，你老实告诉我，这汤里到底放了什么？是顶级的瑶柱，还是私藏的松茸？陈总，汤里确实只有萝卜。不可能，我喝了一辈子高汤，什么山珍海味没尝过，就凭这破萝卜能调出这种鲜味？你当我3岁小孩？食材是平凡的，但功夫不是。这道菜里的萝卜丝，每一根都经过了49道繁复工序。用的汤底是选了3年的老母鸡，配上顶级的金华火腿，雕了12个时辰。萝卜丝在这样的高汤里要经过7次煨煮，7次晾凉，让它吸进高汤的精华，口感和营养早已不输燕窝。所以这道菜我们叫它平民燕窝。平民燕窝，平民燕窝。好一个平民燕窝，化腐朽为神奇，这才是真正的厨艺。沈英，小姑娘，你不是厨师，你是艺术家。电话，把我的电话拿来。喂，老李啊，别去那家法国餐厅了，哈哈哈哈！我给你找到了一个神仙地方，好吃城。从明天开始，未来1个月，好吃城所有的包间我全包了。哈哈哈哈！对，你没听错，全包了。我要请全城的朋友都来尝尝这道神仙菜，让他们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中国味道。3号桌的平民燕窝，快催一下！你看，这才半天，营业额就快赶上上周1周了，都是英子的功劳。是啊，谁能想到一车萝卜真就把我们从鬼门关拉回来了。喂，张总。刘耀宗，我花3倍价钱让你买断的食材，现在都烂在仓库里了。你告诉我，这就是你米其林大厨的水平？被一个乡下丫头的萝卜打得落花流水？张总，我没想到他会来这招。我不想听借口，我的投资不是让你打水漂的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扳不回局面，你就给我滚蛋！沈英，是你逼我的。刘找厨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吴记者，你不是一直想搞个大新闻吗？我给你一个能让整个美食圈都地震的新闻。哦，说来听听。好吃城的那个平民燕窝，你真以为是靠手艺做出来的？
陈总都赞不绝口，难道有假？当然是假的，那都是科技与狠活。你想想，普通的萝卜怎么可能做出燕汪的口感？那都是加了化学添加剂和工业香精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我没有证据，但你是记者，你的报道就是证据。我会安排上百个水军账号配合你的报道，在网上把事情闹大。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英子，马经理不好了。喂，陈总，什么？退订？不是的，是谣言。完了，陈总把所有的预定都取消了，他说我们是骗子，要我们赔偿。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等着。我现在就联系全城最好的公关公司，花多少钱都行，必须把这些负面新闻全部压下去。没用的。英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再不处理，餐厅就真的完了，我们的名声就全毁了。花钱删帖，在别人看来就是心虚。那怎么办？难道就眼睁睁看他们这么泼脏水吗？陈总那边最好的回击不是解释，是事实。英子，你要做什么？他们不是说我们用的是科技与狠活吗？那我就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狠活到底是什么。马经理，把库里最大的那几口熬汤用的铜锅全都搬到餐厅门口去。搬到门口？把我们进货的单据，还有昨天剩下没用的老母鸡、火腿、劳萝卜，原封不动的全部搬出去，摆在最显眼的地方。英子，你这是……我要当着全城人的面告诉他们，这一碗汤是怎么做出来的。骗子，退钱！用化学糖糊弄我们，黑心商家！沈小姐，面对网上铺天盖地的证据，你今天摆出这个阵仗，是想做什么最后的表演吗？3年零下散养的老母鸡，发酵36月的金华火腿，装模作样，谁知道你背地里会加什么东西？所以，我请各位今天就在这里看着我。这味道怎么跟我妈炖的鸡汤一个味儿？香精哪有这么醇厚的味道？老板，这汤要是真的，就让我们尝一口。对，尝一口，是真是假，一尝便知。当然。太鲜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味道。网上那些人都是胡说八道。这股鲜美，纯粹干净，直击灵魂。我真的错了吗？英子，你说我们能赢吗？能。我们赢了！赢了！我们真的赢了！这个月我们好吃城的总营业额超过对面法餐厅整整500万。我们做到了，沈姨，我们真的做到了，太感谢你了。好闺女，你长大了。哇，您怎么来了？庆祝，真是可笑。爸，这是什么？易家破产了。破产？怎么可能？这是你唯一能拯救易家的机会。破产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我已经决定了，你必须立刻和他们的继承人柳如如小姐联姻。联姻？爸，你在说什么？我爱的人是沈英，我绝不会和别的女人结婚。爱能让易家起死回生吗？能还上那几十亿的债务吗？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。你要是不想看着易家100年的基业彻底垮掉，不想看着我下半辈子在牢里度过，就给我签字。爸，我求你了，不要逼我。除了联姻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办法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你娶柳如如。我爱的是沈英，我不能没有她。
你那可笑的爱情能值几个钱？能还上集团几十亿的窟窿吗？我们可以想办法，我们可以……闭嘴！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的。我给你2条路：第一，乖乖跟柳如如结婚，保住易家；第二，你现在就滚出这个家。爸，我会让你净身出户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我会动用我所有的人脉，让好吃城明天就关门。我会让你在整个餐饮界都混不下去。让好吃城关门，那是沈英的心血，他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是你逼我的！为了一个乡下来的厨子，你要毁了整个易家！我不会娶柳如如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不会娶一个我不爱的女人。易家如果需要靠牺牲我的幸福来换，那不要也罢。你这个逆子！好得很！来人，把少爷带回家。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他踏出家门半步。放开我！爸！张律师，对外宣布，易家和柳家的订婚宴下周如期举行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。英子，别打了，也许易经理只是手机没电了。都1天了，整个易家都联系不上，恐怕是被易董事长给……易成，你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千万不能有事。他就是那个柳如如。我找沈英。这位小姐，请问您有预约吗？我来品尝一下能让陈总赞不绝口的厨艺究竟是什么味道。听说你是这里的主厨。是我。很好，给我安排一个位置，我要点菜。英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他可是我们的敌人啊！他也是客人，厨师的职责就是做好每一道菜。这就是你的招牌菜，用苦瓜来招待我，请用。这道菜有名字吗？没有。那我替它取一个，叫苦心孤诣，味道不错。我尝到了不甘，尝到了思念，也尝到了一点点绝望。沈小姐，你做得很好。明天上午10点，我希望你能来。你很准时，柳小姐约见，不敢迟到。苦心孤诣倒也贴切。你是在告诉我，你和易成之间情深意重，让我知难而退？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。我和易成从在机场我救下他开始，就注定了。哦，英雄救美，你是英雄，他是美人。易成是长得还不错。后来在好吃城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后厨动荡，食材断供，我们一起赢了对赌，守住了餐厅。我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交易。说完了。所以你今天来是想求我把易成还给你？不，我来是想知道你想怎么样。我想怎么样？你以为我看得上这桩婚事？你以为我愿意要一个连自己幸福都做不了主的男人？我最讨厌的就是易成父亲那种人，自以为是，专断独行，把子女当成交易的筹码。他以为他上赶着用易成当筹码，我就会心甘情愿接纳他儿子，顺便帮他摆遍易家的烂账。可笑，他竟然和我想的一样。你很有才华，也很有骨气，比我想象中要有趣得多。沈英，你和我
不是敌人，那我们是盟友。你想夺回你的爱人，我想摧毁这可笑的联姻。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你想怎么做？很简单，易家和柳家的订婚宴我会去，你去参加，那不就……我还给易董事长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一份他绝对会终生难忘的大礼。什么大礼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那场订婚宴一定会很精彩。易董事长，恭喜恭喜啊！能和柳家联姻，您真是好福气。哈哈哈，同喜同喜！易家和柳家联手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是啊，这下看谁还敢说易家不行了。柳如如，你说的大礼到底是什么？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今天是我易家的大喜之日，也是我们整个商界的一大盛事。犬子易成将与柳氏财团的唯一继承人柳如如小姐喜结连理。这不仅是两个年轻人的结合，更是两个家族强联合，开启新篇章的开始。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今晚最耀眼的女主角柳如如小姐。感谢各位今晚赏光前来，但很抱歉，今天恐怕要让大家失望了。如如，你胡说什么？台本不是这么写的。我今天站在这里，是为了向各位正式宣布一件事：我柳如如拒绝这桩婚事。什么情况？我没听错吧？当场悔婚？快拍快拍！年度最大新闻！你疯了！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没疯，疯的是把婚姻当成生意的人。易董事长，你以为用你儿子做抵押就能换来柳家的资金援助？我柳如如的婚姻不是用来拯救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的筹码。更何况，易成先生的心根本不在这里，他心中早有所爱。我品尝过沈英小姐的厨艺，那里面有热爱，有风骨，有钱买不到的灵魂。我柳如如还不屑于要去破坏这样一份真挚的感情。逆子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！爸，不是我，是柳蓉蓉她自己不愿意的。还敢顶嘴！要不是为了易家祖业，我用得着去求柳家吗？现在好了，整个商界都在看我易家的笑话。爸，我求你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联姻不行，我们可以卖掉别的资产，一定可以的。哼！你毁了我唯一的办法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失去沈英。把他给我关回房间！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出来！爸，你不能这样，求你了！张律师，通知所有董事，半小时后集团总部召开紧急会议。都看到了吧？订婚宴的闹剧。董事长，现在集团股价已经跌停了，好几家银行都在催我们还款，资金链马上就要断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才叫你们来，不是听你们抱怨的。董事长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汽车保帅。董事长的意思是出售集团部分资产，换取现金流，稳住大局。出售资产？可是现在这个情况，谁会接盘？当然有。那我们卖什么？好吃城。董事长，万万不可！好吃城刚刚扭亏为盈，是集团现在唯一的亮点啊！是啊，沈英那个厨师很有能力，好吃城未来可期。未来？我们没有未来了！好吃城那点盈利杯水车薪，现在它是我手里唯一能卖出价钱的筹码。可是，卖给谁？刘耀宗他们虎视眈眈。你们说对了。买家正是刘耀宗背后的那家跨国资本。董事长，
您这是要把好吃摊亲手送给我们的敌人啊！商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只要能让一家活下去，一个餐厅算得了什么？可是个少爷和沈营主出的心血，现在就用它来给一家续命，天经地义。我不是在跟你们商量，这是命令，同意的签字，不同意的现在就滚出易氏集团。少爷，对不起了。刘耀宗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保安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轰我出去？马经理，你搞清楚，现在谁才是这里的主人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从现在起，好吃城是我的了。你说什么胡话？刘耀宗，你又来耍什么花招？沈英啊，沈英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这装修，这地段，以后都是我的了。你做梦！这是我们和沈英姐的心血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说话？沈英，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，你的主厨梦碎了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沈小姐，请冷静，这是具有完全法律效力的收购文件。易氏集团已经将好吃城100%的股权转让给了我们的委托方。易董事长，他怎么可以？他怎么能把我们的心血卖给刘耀宗？没想到吧，最后还是我赢了。你费尽心思赢了对赌又怎么样？在资本面前，你那点厨艺就是个屁！你卑鄙！我卑鄙？哈哈哈！我只是拿回了本该属于我的东西，而你，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，梦做完了也该醒了。这是我的餐厅，我不会走的。沈小姐，我们的很多人现在是这里唯一合法的所有人。如果您再妨碍我们接管，我们将以非法侵入的罪名报警处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很能耐吗？你的平民燕窝呢？你的赛螃蟹呢？现在还能救你吗？从现在起，我宣布，好吃城即刻停业整顿，所有人全部解雇。你不能这么做，我们还有家人要养。我为什么不能？沈英，游戏结束了，你输了。刘耀宗，只要我还站在这里，游戏就没结束。游戏没结束？沈英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这里马上就要姓刘了，你拿什么跟我玩？根据收购协议，所有非资产人员必须在24小时内清场离开。24小时？你们这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！你们太过分了！我们还有私人物品没收拾。我们的人会监督各位收拾，请配合，否则我们将强制执行。不准贴！这是我们的心血！女士，请自重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你的团队，一群只会哭鼻子的废物。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真的没地方去了。哭什么？他们可以夺走餐厅，可以夺走这些锅碗瓢盆，但是他们夺不走我们的手艺，夺不走刻在这里的传承。刘耀宗，你记住，能被抢走的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我们走着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走着瞧，沈英，你拿什么跟我瞧？用你这张嘴吗？还是你那本破食谱？英子，我们走吧，别跟他说了。是啊，沈英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我们斗不过他们的。听到了吗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一个乡下丫头就该有乡下丫头的本分。小丽，看着我，你相信我吗？我信你，可是现在我们连厨房都没了。小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一朵蘑菇。英子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这不是普通的蘑菇，
我姥姥说过，在我们老家的后山深处，有一种神菇，状如凤尾，它只在雷雨后的特定时节生长，鲜美之气可胜过世间万物，我们叫它凤尾神菇。传说吧，这世上哪有这么神奇的东西？还有这个，山顶有一口千年古泉，泉水甘冽清甜，触舌生津，被我祖辈称为龙蟹泉水。食谱上记载，若以龙蟹泉水炖煮凤尾神菇，只需最简单的盐调味，便可得一道举世无双的绝品靓汤。神菇龙泉，沈英，你是不是穷疯了，开始说胡话了？编故事就能让你东山再起吗？可笑至极！我不是在编故事，我是在告诉你，我们真正的宝藏，你永远也抢不走。我决定了，我们放弃这里，回我的家乡去。回乡下？英子，你疯了！我们回去了能干什么？去找凤尾神菇，去找龙涎泉水。我要用这世上最纯粹的味道，创造出一道谁也无法复制的菜。可是，这真的可行吗？只要手艺在，人心在，就没有什么不可行。那易经理呢？他被他爸爸关起来了，我们走了，他怎么办？我当然要带走。我们一起回我的家乡。英子，我们真的要这么干吗？这可是私闯民宅啊！是他们先非法拘禁的。去，往大门那边扔，弄出点动静。谁？过去看看。一成，沈英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带你走。走？我能去哪儿？我爸他……我不管你爸，我只问你，你走不走？走。什么都不带？跟着你了，就什么都有了。站住！少爷，董事长不准你离开。沈小姐，请你不要让我们难做。他不是你们的少爷了，他现在是自由的。对不起了。别动！你们再过来我就报警了，说你们非法拘禁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小丽也来了，喝口热茶。爸，好吃城没了，但我想从我们自己的地方重新开始。我要去找凤尾神菇和龙涎泉水。这是我们沈家祖传下来的。神菇和龙泉不只是食材，更是对厨师信性与德行的考验。只有心怀仁义，不为外物所动的人，才能找到它。这条路叫断魂崖。100年来，想去找神物的人不少，但能活着回来的没几个。我们去，对，我们去。我也跟着你们。按照地图，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爸，看那儿！天啊，这就是凤尾神菇吗？太美了！长在那种地方太危险了。不管多危险，我都要拿到它。我陪你一起去。你身体不好，我自己可以。我说过，会一直陪着你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继续。这就是龙涎泉水，好清啊，好甜。英子、小丽、一成，你们过来。我们沈家有祖训，
这凤尾神菇和龙岩泉水是山川的馈赠，更是对厨师的考验。考验？对，他们无法用金钱衡量，更不能对外售卖。他们考验的是厨师对自然的敬畏之心，只有心诚之人才能激发出他们真正的味道。一成，我明白了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英子，你明白什么了？这不仅仅是食材，这是我们反击的武器，是捍卫我们味道的终极武器。武器？我们必须立刻回去，让那些只懂科技与狠活的对手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华夏味道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感谢大家今天到场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将成为本市法式料理的新地标。刘主厨，请问关于前任主厨沈英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沈英，那个乡下丫头，她已经被彻底打回原形，滚回她的山沟里去了。您的意思是，好吃城的时代彻底结束了？当然，传统守旧的土灶台怎么比得上我们资本支持的现代烹饪科学？它还有它的那些老古董菜，都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。搞什么？谁在这里乱停车？保安呢？是沈英，他回来了。他要做什么？沈英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装神弄鬼！你以为弄几辆破车来就能改变你一败涂地的命运吗？刘主厨说的对，一家餐厅的躯壳或许可以被买走，但是好吃城的灵魂是任何资本都买不走的，所以我把他的灵魂带回来了。沈小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在此宣布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将在这里举办为期3天的山野野宴。我们从家乡带来了深山里最珍贵的馈赠，用最纯净的山泉水，邀请全城食客品尝真正源于自然的华夏味道。这就是我们对资本垄断、对科技与狠活发起的正面挑战。你敢接吗？哼，哗众取宠，就凭你这几锅土东西也敢向我挑战，简直是笑话！这是什么味道？好香！此汤无需一言一油，只取山野之本味。第一碗赠予真正懂吃的食客。小丫头，你这汤看起来也太寡淡了吧？陈总，真正的美味无需粉饰，请。怎么了，陈总？不好喝吗？这不是汤，这是我30年前在乡下外婆家喝过的泉水煮蘑菇的味道，没有一丝杂质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快记下来，这不是厨艺，这是对自然的最高尊敬，是返璞归真的巅峰。标题有了，资本的终结，一碗来自山野的眼泪。我想我妈了，我妈以前做的君子汤就是这个味儿。天啊，我感觉我的灵魂都被洗涤了。王总，您来了。您看，这乡下丫头就是会些旁门左道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机会？我给了你1000万的资金，买断了全城的供应链，你却输给了一锅蘑菇汤。我代表天盛资本正式宣布，即刻起撤销对法餐厅项目的所有投资，并与刘耀宗先生彻底解除一切合作关系。啊！你不配与资本为伍。这可比签几千万的合同难多了。我们的易大少爷还习惯这里的生活吗？有你在，哪里都习惯。
这里真好，没有没完没了的会议，也没有看不完的报表。咦，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车？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别紧张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我是专程来品尝一下我们沈大神厨的手艺，顺便给你们带个消息。欢迎你，柳小姐，叫我如如吧。易家彻底完了，所有的资产都被冻结，用来抵债了。终于，一成，你英子，我现在终于自由了。真好，祝你们佳偶天成。小英这手艺真是绝了，这道野菌酿豆腐，城里馆子可吃不到。可不是嘛？你看那个城里来的后生，为了追咱们小英，天天上山下地，也是用了心了。小心小心！英子，你看，今天我买的菜都是最新鲜的。易大少爷，你这是洗菜还是给厨房洗澡啊？我想帮你，这些活儿我总要学会的。好，那你先把这道玉簪穿凤的配菜切好吧。怎么了？又被账本难住了？这些比我以前看的财务报表还复杂。连这点小账都算不明白，还想管家？伯父，我在学。哼，看好了，这笔是山里王大爷的损钱，这笔是李家嫂子的鸡蛋钱，一笔一笔都要清清楚楚。做菜先做人，算账也是一样，心要正，手要静。我记住了，伯父。我女儿从小吃苦，但她靠的是自己的手艺吃饭，堂堂正正。我知道，我不会让她再吃一点苦。说的好听，你一个少爷，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，能做什么？我什么都可以学，劈柴、种地、算账，只要能留在英子身边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后院的柴火不多了。爸，您早点休息。英子，那个小子心是诚的，我们沈家的女儿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人家。你有没有想过你们俩的将来？小易啊，伯父，您说，你跟我们家英子就这么不清不楚的过了好几年了。爸，说什么呢？我们挺好的。好？怎么个好法？我这把老骨头就想在我毙人前看着我女儿有个名正言顺的归宿，你到底是个什么张情？伯父，爸，你别逼他。我这是逼他吗？我是在给你讨个公道。小子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就打算让我女儿这么不明不白的跟着你一辈子？不是的，我只是觉得我现在配不上英子。胡说什么？伯父，我现在一无所有，我给不了英子盛大的婚礼，也买不起城里的豪宅，我没资格。我沈家的女婿不需要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，我只要你一颗真心。这颗心你还有吗？爸，谁说非要他娶我了？一成，
我不要豪宅，也不要盛大的婚礼，我只要你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不愧是我沈家的女儿，有魄力。